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，在清仓的时候，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，那里边全是黄豆。碗口，对，那才多大一点啊？说的就是这个呢。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，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，哎，就把这个事儿呢，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，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？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，一锹下去，这就出事了啊！这个洞啊，越挖越大，越挖越深，就大到什么程度啊？大到能容下一个人。好家伙，这哪儿洞啊？这地道啊！川儿哥，你算说对了，他们挖的就是地道。要不说呢，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。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，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，相当科学。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，啊，就把那个顶梁坯给固定住了啊，然后地道里的通风、照明、通讯一样不落，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微型汽车。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？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，啊，要致富，偷粮库，挖地道，还整大秤，整大秤啊！整大秤啥意思啊？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。这咱也不知道啊。咱发现地道的时候，那帮人早跑了。这个盗窃团伙啊，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，可以说是现代化、智能化，还专业化了给。可不是吗？你这么大工程量，这伙人怎么干的呢？还有，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？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？还有这些关系网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这都需要查呀。啊，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，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。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！我就不信了，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，他一点线索留不下。你单说那个销赃，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，对吧？哎，川哥，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个粮食那个黑市上，我们抓着几个人，啊，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？那你还等啥呀？啊，你见这几个人啊？哦，在哪儿呢？就看守所里。走。叫王五啊？对。为啥不叫王六呢？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。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？对，我爹叫王四儿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爹叫王四儿。你爹叫王四儿，你叫王五？对。你跟他论一个字吗？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，就这么论下来了。哦。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那帮人什么关系？警察同志，让你们抓了我认栽，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个洗豆的。洗豆？是？你说清楚点。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，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，这一来一去，脏豆就洗白了。哦，还有分工的，一环套一环的。那必须的啊！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，怎么挖墙，怎么盗洞，都有技术在里边。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。李埋伏，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，他大名叫什么？不知道，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，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，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，我们只负责卖。哦，那你除了这个洗豆，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？没有了，李埋伏只偷黄豆，不偷别的。为啥？不知道。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让我查清楚了，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政府，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。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啊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？小油厂，因为价格低，有多少要多少。黑吃黑的事儿，他们嘴也严实。我就知道这些，我全跟你们说了。你知道就这些？我们来找你呢，有目标的，你还就知道这些？你再说说。没有了。给你2分钟啊，再说说，再想想啊。
就2分钟。我还偷过东西，偷啥？偷过自行车几辆？ 3辆。这王五啊，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，就这李埋伏啊，挺有脑子。他为啥只偷黄豆呢？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，应该是好出手啊。我想也这么回事儿，黄豆是圆的呀，啊，好传送啊，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。对。肖儿啊，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？之前带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，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，他家就住在那个新华农场那儿，离合昌40里地。去过他家没？没有，也不知道带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。那不管那些了，走，咱们现在去啊，走。小心有狗啊！干啥呀？我们是公安局的，查个案子，想了解点情况。啊，你那个，哎，那个李国英，是不是你丈夫啊？是啊，啊，那人呢？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。倒腾什么买卖啊？在哪儿倒腾买卖呢？这是倒腾买卖，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？就是整天东跑西颠的，往哪乱跑。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多长时间没回来了？好长时间，上次回来还过年。哦，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咋联系他呀？你家也没电话，不是？再说我，你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，不是？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吧？这整天在家喂猪呢，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？你说？这挺冷的天儿，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？行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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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。屋里暖和，来进来坐。嗯，这儿。哦，走。哎，对，坐。哎呀，一看你这就挺能干啊，这家里家外的啊，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。光有鸡，啊，没有鸭子啊，没有，也没有鹅。没有。那我听啊，有狗是吧？对，嗯，坐。一看就利索人啊。嗨，这不是过日子吗？那几个孩子呀？俩，啊，都上学了。对，都在镇子上上学呢。哦，那你这胆儿挺大呀！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，挺荒的，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？这怕啥呀？不怕，晚上也不害怕吗？不怕。啊，晚上孩子就回来了。啊，对。哦，那胆儿也够大的了。哎，那啥，你们坐，我去给烧点水哈。哎，不用，哎，别烧点水。哎，你们家挺暖和呀。哎，这不是做饭吗？哦，啊，这是那个烧火炕的灶是吧？对。哎呀，挺暖和，真不是说，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。哎，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，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呀？还行吧。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？我可不知道。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家里人家不让我管这些呀。哎呦，那你得防着点啊！这男人有钱，这个啊，那得是。这小日子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哎呀，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，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，真赶不上。平时孩子上学回来的时候谁接呀？自己回来的呀。自己能回来？能啊。哎，远吗？都习惯了。哦，真暖和你们家，这外边真冷啊！一进你们家就缓过来了。是这地儿一下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走了。这还烧着水呢。没事，不太冷，我们就是过来调查一下情况，一看没啥情况。
啊，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。走了走了走了，好，先麻烦了啊！哎呀，不麻烦。别送了，别送了。好好好，路上慢点啊，小心滑。好。学着哪不对了吗？觉出来了，哪不对啊？不知道啊，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。好像有所准备呀。对。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？啊，是。走，去任城。上任城干啥去？别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坐火车怕来不及，咱们直接开车过去。你记个电话号码，019979352220，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我车上告诉你。0199722079352220啊，警察来过了。哎呀，那人老精了，问东问西问老多。放心，我也不是白给的呀。川哥，任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，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，而且饭店的旁边呢，确实是有个粮库。哎呦，你瞧瞧这大粮库啊，这架势，这帮小子没闲着呀。没跑，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，肯定是。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，就是这家饭店，顺天福。要不咱下去看看去？等等，咱缓一缓。不是，我是这么想的。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，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。咱们呢，就顺着这家饭店找，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。等会儿，万一李国英要是借电话打呢？那饭店人来人往的，什么人都有。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，那你不打草惊蛇吗？是，对，说的对，正好肚子饿了，今天呢填肚子，顺道探摸一下饭店的情况，这不了不耽误吗？走。老板娘，来人了！哎，来了。几位啊？老板，哎，有电话吗？干啥呀？不干啥，吃饭。你想媳妇想疯了你，到处问电话。来，里边坐吧。几位想吃点啥呀？老板娘，听你口音是合昌的？是啊，老乡啊。可不是吗？几位到任城来干啥呀？出差呀，还是旅游啊？做点小买卖。怎么可能啊？瞧你们一个个斯斯文文的，哪里像是做买卖的人呀？那你看我们像干啥的啊？我眼拙，看不好。要是做买卖的，那也是做大买卖的人吧？这年头有啥大买卖呀？我们这里呀，挨着粮库，你们几个不会是来这儿买卖粮食的吧？哎呦，那可没有那么大买啊，我们就是小本生意。就是，你这大饭店，挺新的。这是啥大饭店呀？刚盘下来没有几个月，这背井离乡的没啥手艺，只能开个饭店糊个口。你这会做饭还要啥手艺？就会做饭就是手艺。赶紧上菜吧，饿了。
没点菜呢，上啥菜啊？点啥呀？都隔上人，喜欢吃啥不知道啊？你就上吧，看着整吧，看着整吧。行，马上来啊！老板，哎，结账，好嘞。多少钱？哎呀，那个29，就个26吧。26啊？啊，哎呦，我这只有24了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敞亮啊，老板娘。这有啥？都老乡嘛。一看你这脾气就好，你这伙计在那呼呼睡，你也不管，也没多少人，自己能上就上呗。性格好，包容啊。慢走啊！媳妇儿，菜买好了。好，放到厨房吧。哎，这顿饭吃出啥味儿来没？饭菜做的还挺地道，就是有点咸。老秦问你，不是说咸淡了，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？不是检察长啊，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，要不然你给说说，吃出什么味儿来了？这啥味儿啊？啊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。老秦，你给指点指点。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，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，趴那一直睡，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。哎，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？就这小破饭店，两口子忙不过来啊，还找一白吃的，啊，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，不后来的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？成本够吗？正常吗？确实不正常啊。还有啊，门口那个买菜用小货车呀，啊，买多少菜呀？今天吃饭一共不就5个人吗？老秦，我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孙二娘开店呢？开黑店呢？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。哎，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？阿秀啊，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，悄悄的啊，别惊动别人啊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就出租房子的。你坐下，慢慢说。你说就行，我站着就行。你别紧张啊，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，坐下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如实回答就行了，知道吗？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？3、4个月了。哦，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？是两口子，男的叫张超，女的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姓金，叫金丽珠，金丽珠。哎，是。他们店里头啊，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？李国英。哦，没这个人。他们开这个饭店，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？挺正常的呀，味儿也行，这生意谈不上好，也还说得过去。那个，你再仔细想想啊，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？真没啥了，真没有了。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，非常爽快。当初盘店的时候啊，连价都没还，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，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。哦，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？几点关门啊？ 10点多开门
晚上6、7点关门。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？他们2口子爱看电视。他2口子爱看电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知不知道，警察同志，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，这满大街都听得见。哦，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？哎，行。来那边。警察同志，我没编瞎话吧？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？啥呀？地道战呐！要真是这伙人，挺逗啊！哎，他们一共有几个人？你知道？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？这平时打过照面的，就那5、6个。哦，5、6个，5、6个能怎么的？他那个店闸，就店闸门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在我屋里，在你屋里啊？行，老寨，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。那个准备拉电闸，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，等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，5分钟吧，拉电闸。行，多了。这伙人挺贼呀！现在你知道那电视为什么开这么大声吗？啊，干扰啊，里面什么东西外面都听不见。哎，那小子，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？这让你给说着了，白天养精神，晚上挖地道，哪个是李国英啊？现在看不出来啊。等一会儿停电了再看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早不停晚不停，偏这个节目哪听上？哎，这咋还停电了呢？这个说停电了，咋还停电了？别喊了，怎么回事？出来了，数人数。要不问一下房东，怎么回事？你去。8个。哎，别等会儿，8个人。等会儿，换个衣服再去。好。李埋伏，这干啥呀？埋伏，我跟你说，不能再挖了，不能挖了。为啥呀？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，把你吓成这样。那个，我要那个事情那么简单吗？啊，下面出大事了。我刚才在下面挖着，就在我前面，我看见一口血红一棺材，就立在我前面，吓死我！我说嘛，这刚才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停电了呢？呀，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？大仙儿啊，不会有鬼吧？这咋整啊？哥呀，听见说的吧，不能再挖了，再挖要死人。别听他瞎说，净在这胡扯。怎么了？眼看着就挖到2库了，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。行，有啊，你下去挖去。你们下去挖去，我是不挖了。你个孬种！那我也不挖了，
这也太吓人了。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，我不干了。我呢，就问你们一句，啊，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，你们愿意不？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，甘心呐？兄弟们，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，那么多粮食咱们都给吃下去了，还怕他这口破棺材？都别整事儿，听我啊！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、纸钱啥的啊，咱给人烧上，是吧？咱赔个礼，认个错，这事儿就过去了，行不行？我开心，弄点纸钱，给伯伯大家，哎，我开心，这事儿包我身上，我就买去。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叫什么“见官发财”？哎，对，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呢，是吧，兄弟？瞎说什么呢？你一个女人家，你懂什么呀你？咱们干完这一票，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。快拉倒吧你！你干不干？你不干是吧？你不干，我跟李埋伏干去。你就嘚瑟吧你闭嘴吧你！你可别说了，一天到晚的，一个大男人，还不如一个女的，你还行不行了你？老板娘，对不住，应该是跳闸了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去看看。让你受累了，大哥啊！以后别老整这事儿，你总停电，这我们可受不了，怪吓人的。放心吧，啊，放心吧，我马上去，不会耽误你们干点事的。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去啊！真对不起啊。老钱，咋样？确定了，就这伙人。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，才多少个啊？11个。就这帮小子好斗啊！你是没看见，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？不好说。那先别说，那也没用。那个方峰说，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，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，不能回去。侦察同志，您是把我通风报信儿？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侦察同志，你想多了，我本来就没想走，跟你们在一块儿。那行。谁是秦川秦局？啊，是我啊，你好，你好啊，你是？我是刑警队长耿烨。哦，耿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你们来几天了？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？我们今天刚到，本来想就是顺着摸一下，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。啊，那行吧，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。啊，别，不用紧急会议了，今天晚上就行动，顺这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，然后抓捕。这么着急啊？我怕他们跑了。你带了几个人啊？我们就3个，啊，能打的这俩。老钱，我也算一个。哎，那个他们几个人？他们呢11个。哎，我算一个行吗？啊，你不行，你不能算，没事儿，来吧，没事。11个人，没事，真的没事。那这样吧，我先回去打个电话，再找几个人吧。哦，你还能再找人？哎，那找呗。再多辆车。啊，车有啊，拉人的啊。啊，好，走。爷爷，铁锹不长眼呐，跑您这地方来了，扰了您的清静了。我们几个人呢，我们特来拜您，给您打个招呼，报个信儿，一会儿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，您千万别生气啊！您老人家
多宽恕。我们这几个，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，但是呢，相逢是缘。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，是吧？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，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，给您雇上金豆豆。秦局，秦局啊，人到齐了吗？人招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你们人呢，到门口先别冲进去，这样，我们俩呢先上房，从房上跳到院子里，从里面把门打开，你们再进。不是秦局，这房顶还是我上吧？别，这个事儿是我们带过来的，还是我们来，好吧？不争了，就这样。那我呢？你留下来，你跟房东在一块儿，好吧？我别留着啊，我来就是一块儿跟你办案的。老秦，你带我去吧。那这样，笑儿，你跟他们一块儿，我们俩上房。好。行。兄弟们，给咱爷爷磕个响的。好，好。他们是干啥的？不知道，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啊。谁呀？谁呀你啊？哎，你干啥？快！别动！我让警察，你这么闹呢？你这么闹着玩呢？啊！出来闹呢？出闹呢？出来！快点！哎呀！快点！别动！好了啊！老实。你干好吧？我没事。哎呀，这工程量不小啊！这活也不轻松啊！你说这帮小子要是把这本事用在正道上，他是不是也能发财啊？啊，这非得用在这个邪门，这还挺深的。这饭店离粮库直线距离也就70、80米，也就那样。再晚一点，没准被他们挖通了。那什么呀？那红的吧？那不棺材吗？棺材啊，那就是棺材呀！嘿，这帮人呐，哎，都说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说这帮遁地鼠，见着棺材他也不掉泪呀！哎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，民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，开动了想办法，把简单的土地和地窖。地道战，这还有铁道游击队呢。真行，全是经典老电影，被这帮遁地鼠当教材了。你知道为啥抓你吧？啊？啥也别说了，怪我们点儿背。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。
哎，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呢。你是个迷信头子，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？自己身上啥原因吗？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，管理杠杠的，次次投次次成，咋就这回事了呢？还是因为点儿贝贝碰上大仙儿了。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？你跟我说说来。那不是我吹，我呢比较有脑子，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。哦，那金立珠夫妇呢，负责盯个梢、放个哨啥的，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。爱看《水浒》，那必须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教材。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、铁道游击队。干我们这活，那是个动脑子的活，怎么挖哪个粮库，那都是有讲究的。我们不碰小粮库。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，都是嘴，都吃饭，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，不能白忙活，不干则已，要干必须打。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。那管理还真还行，我听下来啊。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！啊，那个要致富，偷粮库，啊，挖地道，整大秤，那个叫什么整大秤啊？是怎么回事啊？朴建设呢，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，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。哦，建设呢，早年在河上挖过小煤窑，电工、焊接、挖掘样样精通，技术呢相当强。这李埋伏说了，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。要是被发现了，就没下回了。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，做了点手脚，得让他们觉得1粒米都没少。那你给我仔细说说，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？我在秤上，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。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，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。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。给您打个比方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次，什么？磁力发生器。哦。黄豆都是要往粮药厂里送的嘛，那运粮车一来，我们就按遥控器，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。给您打个比方吧，一辆运粮车显示1吨，实际上只有900公斤，每辆车少分1/10，粮库的人压根儿看不出来。哎呀，你这聊得挺好啊，跟我，啊？还挺得意的。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？想没想过？偷了过瘾，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，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，是救命的。你也是农民吧？偷书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？啊？你们在合昌偷了多少斤粮食？200吨。朴先生。你不老实是不是？你重说，多少吨？200吨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，200吨还是500吨？就200吨。500吨，俺们也运不出去。你不说实话，重判你啊！大哥，真是200吨，真是200吨呐！偷出来我就卖了，500吨。500吨啥概念呢？你知道吗，大哥？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。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，还弄到局子里来了。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，我骗你干啥呀，大哥？谁是你大哥啊？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？你大哥叫这么亲，啊？不敢了，警察大哥。行，你给我接着说。你能说吗？必须再说1个小时，说。
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。不简单。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。这些啊都是我们人生的特色。您快尝尝。咋了？电话。谁电话？韩局找你。谁？韩局啊。韩局咋了？让你接电话呢。喂，怎么回事？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？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？哎，就是我们破的，怎么不是我们破的？突审我们都审完了，就偷了200吨啊！谁问你多少吨了？那新闻联播都播了，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，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，没你什么事儿，也没我们什么事儿。哎，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？案子就是我们破的。案子就是我们破的，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仁，案子犯也犯在何昌，在那边是未遂，在这边是既遂，这是咱们的专案，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，听懂了吗？哦，我听懂了，韩局。哎，秦局，秦局。干嘛呢，秦局？看什么了？大家都等着呢。这好久来了。吵什么酒？好久。欠了好几个打电话呢。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仁，案子犯也犯在何昌，在那边是未遂，在这边是既遂，这是咱们的专案，属人属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，听懂了吗？我听懂了，韩局。哎，秦局，秦局。干嘛呢，秦局？看什么了？大家都等着呢。这好久来了。吵什么酒？好久。欠了好几个打电话呢。来，给秦局倒上。来，队长，这酒不能这么喝呀！咱秦局不能喝酒。谁说我不能喝酒？我能喝，可以喝啊，但是我有一条件，就喝完之后，你能不能让我把那个李国英带回合昌？哎，那不可能！哎，你先别说不可能，怎么才能可能？这样，你们喝1个，我喝2，行不？哎，你们喝1个，我喝3，行不行？谦虚有量啊，行不？你先把这个喝了啊！老钱，行啊，秦局，那我得赔一个啊，我得赔一个。说话啊，倒。来，我给你来。醒了，没事吧？哎呦，韩局，人我带回来了，你交过任务我都完成了，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。我都知道了，你没事就行。咋喝这么多呢？你不喝人不给人呐。我没事，韩局，我也挺感动的。我这喝多了，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。我不是来看你的，看胡斌儿。胡斌怎么了？出车祸了。啊？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？你怎么还出车祸了呢？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通缉的车辆，他就追上去了。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，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，追上去翻车了。
我去。兵哥，兵哥，春儿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差不多半个月了，没事儿啊。都这样了，怎么能没事呢？哎呀，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，对吧？咱干的是这个。再说，我也快退了，能这样，就相当不错。啊，没事儿。你怎么过来呢？我喝多了，然后我来挂水了，然后我干啥哭咧咧的你？哎呀，别这样啊！不了，跟你说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对不起，兵哥，我以前不懂事儿。啥？我刚来，我像个愣头青一样，我天天跟你杠，我现在觉得我后悔。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，生子是个死的时候，你不让我去，你不让我去审讯，你都是为我好。兵哥，我错了，真的，兵哥。你错啥了？错你没错，啊，你对呢。是我有毛病啊，我也反思自己。你说我不反思，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，对不？告诉你啊，其实咱刑警队啊，就缺你这行，有冲劲儿，有头脑，有魄力，啥都不出。啊，我呢，其实也想过，干了大半辈子刑警，心里明镜似的，过时了。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，是不是个合格刑警？兵哥，你就是刑警，你就是刑警。你要不是刑警，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。你就是刑警，你永远都是刑警。我是刑警，我是刑警。我不走，我就不走。你不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把我放在联谊家里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。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联谊家里，我不去旭城。你不是小孩了，萍萍，那懂点事儿行吗？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。哎呀，这说啥呢？啥叫麻烦别人呢？我们把海平都当成亲闺女一样，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。啊，没事，海平，别着急，好吧？去，那屋跟你弟弟写作业去，快去。李波，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。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啊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。啥变化？市中院不是判处牛一国死刑吗？然后牛一国上诉到省高院，省高院维持原判，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。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。据说是牛一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，要求启动再审程序。这啥意思呀？这二审不就终审吗？
这都判了死刑了，咋还重审呢？啥证据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别太着急，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。啊？啥时候知道？好了好了，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，先别难受。妈，我跟你回去。喂，喂，川儿，我魏宁。哦，魏叔你好，你说。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？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，曹老师也在，机会难得，我给你报名了啊，你必须来听课啊。哦，武英德老师来讲课啊？对呀。那我一定去。好。哎呀，吴老师，哎，魏典也来了，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，刚到任1周。哎呦，小魏也调来旭城了，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，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，向您多学习啊。哎，吴老，哎，这是秦川，之前我跟你提过的合昌市局刑警队长。吴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哟，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，有点紧张。川啊，2位泰斗在这儿，有你学的了。嗯，是，挺好，年轻还精神。行，来吧，来。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，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。犯罪嫌疑人呢，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，杀害了全家7口人。根据现场的勘查，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。我是刚从松林回来，来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呢，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。今天在这儿呢，我也是准备呢，根据这个案子，给大家呢讲2个问题。一个呢，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，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。第2个，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。取证的准确与否，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。如果方向错了，那就本末倒置。这些年呢，我们在基层办案呢，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，都很辛苦。后来觉得呀，更多的时候啊，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，不得要领。办案呢，这需要的是心境，要多动脑子的，是不是？和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。我知道，对我说的这些，你们都不感兴趣，是不是？那好，咱们就来个直接的。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，好不好啊？来吧，谁说呀？哎，那个帅哥，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？怎么要说呀？吴老师，我觉得不像是报复。像是侵财。侵财？想好了再说啊。
一个人杀7个，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。先杀了保姆，又杀了孩子。啊，依我看，这个就是碰着了。他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，然后保姆听见了，起身。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？后来一咬牙，还是把保姆杀了。那之后就杀开了。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秦才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秦川。秦川。嗯，我提醒你一下，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。那你说他是秦才，你有什么依据吗？你说说。第一，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，从窗户进去的，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。第二，如果是报复的话，先杀了保姆，又杀了孩子，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？杀了7个人，这7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，可能其中1、2个有仇，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？啊，非得等到半夜7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，那不怕干不过吗？不怕失手吗？第三，我刚才说第2的时候已经说了，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，那看现场看啥呀？不是看那个现场被霍成什么样了，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，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，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，啊。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，这个不能一条线，要一大片。这一大片它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。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、气味，什么区域、什么时间段，这个案发都有特点。啊，我们这段时间呢，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。我说完了。说完了吗？哦。大家看看，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都说说。那就先到这儿吧。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，本来以为是秦川也太上吴老师自以为是了。原来是上秦川的课，可不是吗？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，这秦川又来一出，那闲着他了。川儿，哎呀，我知道你小子敢说，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！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，那就滔滔不绝，这高谈阔论。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，你说你这不理我，没想那么多呀。我是真服了你了。我说都说了，你现在咋办呀？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吧，那啥，你呀去看看吴老师，他不是你偶像吗？正好呢，你们多交流交流，联络感情啊。哎，川儿，别空手去啊！
嗯，哎，吴老师。你好啊，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？没有，来，请进。哎，我也正要跟你聊聊，实际上啊，来坐吧，坐。这什么意思？吴老师，旭城太冷了，我怕您受凉，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。这水果是？哦，房间里又太热干，您多吃点水果，去火的。你这想的挺周到啊！这个怎么的？这是下火的呗？不是，吴老师，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。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，太冒昧了。您千万别。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，什么冒昧不冒昧的？不是，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，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，千万您别介意。我不介意，我尤其不介意那个。这多少钱呢？哦，没花，这不是公家的钱，是我自己的钱。怎么的？你自己的钱，大风刮来的？不是，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，没有。不是，你不是还是买吗？你不是抢来的吧？那不是。对呀，既然是拿钱买，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？不多了，200块钱，都在里边了啊。小秦呐，同事和战友之间呢，相互关心，这都是好的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。我呢，当警察第一天起，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，江湖这种做法。还有事吗？没别的事啊，那你慢走。好，我走了，吴老师。没错，就是芹菜。如果是恶意报复，灭门呢？哎呦，吴老师，您还没睡？你不是也没睡吗？怎么的，还在琢磨这案子呢？哦，如果按之前你说的，不是仇杀，不可能杀7个人，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？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，要查有没有矛盾，这矛盾大不大，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，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。接着说，说完。那吴老师，我就畅所欲言，我有啥说啥了。说，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，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，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。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，那肯定要先踩点啊，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。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，他都是毛毛壮壮的，他都是乱的。是啊，回去以后啊，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，
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。可问题的关键呢，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，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。这也好理解呀。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7个人，心态变了。他本来是冲财来的，一下死了这么多人，怕了。吴老师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，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。啊，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来吧，咱们2个从头往后捋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您看啊，这个显示啊，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。什么叫刑侦泰斗？应该具备2个基本要素。第一，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，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。第二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，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。你把昨天这2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，一个给的案子定性，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，这都是来找人的。我把你这个见解呀通知到松林那边去，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，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感谢！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，出来走了走，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。什么沧海遗珠？什么沧海遗珠？昨天在课堂上，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，啊？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，有胆量，又有见识，多好啊！谁能想到，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，跑到我那儿登门道歉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对你这个举动，我感觉很不舒服。哎呀，吴老师，对不起，我真是没想那么多。哎呀，还是不自信。哎呀，曹老师啊，这不止一次的跟我推荐你，这把你夸得不得了。我也一直想见见你，谁能想到，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。不过也挺好，这也是缘分了，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。是，不错吧？哎，川儿，我叫你川儿吧。啊，你要真有这个意愿，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、要案，你也过来一块干呗，行吗？太行了，吴老师。我非常有这个意愿，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，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哎呀，川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这个品德，这个本色，你给我保持住了，不能变，啊！哎呀，要记住啊，那句话怎么说的呢？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呀。明白。谢谢吴老师。哎，行了，好。哟，你们俩在这儿，这是一宿没睡吧？你说对了，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，行吗？好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？哎呀，老曹，得感谢你，慧眼识才，这必须感谢我。找时间请我喝酒吧。哎呀，这算什么？金川，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，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了。明白。哟，吴老跟曹老都在啊。哦，我找小川有点事儿。好，来快，去。好，那我先去了啊。看看，我们一晚上把这都整出来了。咋了？川啊，那个茂生那案子告发文件下来了。刘一国死刑核准，被驳回了。哎呀，
还是那个情况，这个牛一国呀，他家属在培兴找了个律师，这个律师呢，找到了茂生牺牲前1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，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。茂生牺牲以后，咱也没做尸体解剖，再加上这个新证据，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。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还是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，啊，最终裁定核准死刑，这不予批准，要求发回重审。那啥意思啊？这也能当证据啊？那照这个意思，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？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？那检察院、法院，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。哎呀，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。魏局，哎呀，魏局，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。怎么了？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。川，你快去看一下，我跟他们说一声啊。好。丽文，没事吧？丽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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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没事。李元，你的信谢霆看了，省厅正在想办法，但不一定有结果。生子兄弟这事儿，我也很难受。但我希望你明白，程序正义疑罪从无，是法治的进步。要进步，就会付出代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茂生就应该当这炮灰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进步的过程中，你不用给我上课，我也是警察。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。我在培训局的时候，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？我这个人嘴笨，话说不到点儿上，你别跟我计较，行吗？我有一兄弟，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，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，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。和生子兄弟一样，他也有心脏病。牺牲后也没做尸检，律师就抓住这个把柄，把人放了。哎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放了。但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。我当时为了他，几乎整个人都疯了。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我甚至想过，我去找那个律师拼命。但是李问，陈明，法律就是法律，法律讲程序，他不跟你讲感情。我费了好大劲儿，我才想明白，律师是依法行使权利，而我们能做的，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。到现在，我也依然相信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我们坚持做好人，会得到好的回报。那些坏人、恶人，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，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、恶的、臭的深渊。但是我们不能去，不能去。不能去。来，回来，坐。川儿啊，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，高法的裁定呢我也读了。我知道这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。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他这个案子，哎呀，真是波折太大了。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，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。本来呀，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，这确实没有这些规定。公检法3家约定俗成，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，就不需要尸检。可是现在呢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是，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，吴老师？叶茂生是警察，他是为国家牺牲的。我知道，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，这都是我们的同志，我们谁看了，这心里都不好受。法院现在判决，面临着压力，律师呢，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，法庭需要证据。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咱们国家呀，这法治建设，还有法律体系，这确实是进步了，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苛了，知道吗？法律啊，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，一个阶段呢，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。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？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，是不是？一个案子能诉出去，首先在源头，它就要合法合规，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。叶茂生的牺牲，这是很惨痛的，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，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。超儿，咱们这都是执法者，必须要理解，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，是不是？吴老师，我听懂了。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。对，国家要强大，社会要进步，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。谢谢吴老师。生子，我被调到徐城了，过几天就离开合场了。我来跟你道个别。生子，我们搬到徐城以后，跟里面是邻居。李文和闺女，你放心。
秦爸，你不是警察吗？你不是刑警队长吗？那为什么杀我爸的凶手不能给我爸偿命啊？萍萍，妈，你不也是警察吗？斌哥，出来走走，是不是感觉还挺好的？感觉啥好啊？这走啥走？我能走吗？你看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就这儿吧。哼。不过今天太阳挺好，挺带劲，晒晒啊。斌哥，我被调到旭城了，明天就走，离开合昌了。我就知道你小子早晚有一天离开合昌。这人往高处走啊，挺好。哎呀，哎，斌哥，我今天跟你说这个，你不会觉得我是跟你在这显摆吧？